好，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的川普关税呀，他又再度发文啦，说，只要你们这些来跟我谈的国家开放你们的市场的话，我是愿意让步的哦，在关税上面让步哦，所以条件开出来了，答案也开出来了，就是接下来只要跟他谈的，全部都得要对这个美国是全然开放市场，可能是采取这种零关税的政策的话，你就可以换取到稍微低一些的关税哦，比方说像是现在日本可能就是这样子换到了15%。那再来他讲到说8月1号生效之前的关税税率不会低于15%，我们将会实施直接简单的关税，介于15%到50%左右。所以是不是又有一种偷偷加码的感受啊？那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宣布啊，何立峰7月27号到瑞典来进行中美的经贸会谈。那贝森特呢也在讲说可能会再往后延90天啊，又他口了吗？这个8月12号之后再往后延90天。那美国不寻求跟中国脱钩，希望能够达成供应链去风险化。但是美国的学者倒是有另外的看法，就是说啊，现在中国大陆呢，其实就是要让川普自己瞎折腾嘛。在中方来看，就是川普正在自我破坏、削减美国的软实力哦，无差别的发动关税啊，其实是在侵蚀美国跟这个联盟体系哦，让这个西方的主角光环的熄灭拉开了序幕。其实的确也是如此啊，因为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觉得对美国相当的头疼哦，甚至有在降低跟美国这个贸易往来的一个趋势，不然谁知道你会不会下一刻又他口又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关税政策呢？那再来，美日现在目前达成了协议，也让韩国有一点紧张。川普是不是又偷偷改协议啊？现在传出来，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其实是4000亿美元呢，可是美国对外讲法是说5500亿耶，偷偷又加了1500亿嘛。而且你看现场的图卡看起来也是显示是4000亿啊，就是好像跟这个川普或者是这个美方对外讲的5500亿是不一致的，是不是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临时修改？而且日本还要同意加码买很多东西比方说100架波音，然后80亿美元的农产品，以及呢这个国防开支增加到每年170亿美元，所以日本真的是让了又让啊，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石破茂在讲，日本呢15%现在是对美贸易顺差国当中目前为止最低的。那协议当中并没有牺牲日本的农业在最低市场准入的范围之内来增加美国美产大米的扩大进口。那真是如此嘛？现在其实韩国很紧张，青瓦台传出现在全面的紧绷、全面的戒备啊，因为呢他们对于8月1号要生效的25%的互惠关税谈判现在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换取更大的空间。可是日本已经是等于示范在前头了，要全面的这样子开放，全面的让。那韩国现在到底能够谈判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其实现在传出来，好像这个美韩高级官员取消了就关税问题进行的贸易谈判，这不知道是不是川普受益啦，或者是说他们现在看起来，如果太急着谈，是不是又会这个损失更多？再来，川普下了狠招欧盟这个川普预言会是下一个，就是日本谈完之后，这样子有点像不平等的条约之后呢，换句话说，欧盟是他下一个锁定的。英国媒体也在讲，美国跟欧盟已经达成了15%的关税协议现在目前双方将免除飞机、烈酒还有医疗器材等部分商品的关税。那15%的最低关税包含了现有的关税目前27.5%的汽车关税可能也会降到15%那川普还打算要对欧洲下狠招，就说如果欧洲国家不帮助美国降低药品成本的话，欧洲国家的企业就会失去进入到美国汽车市场的机会要让美国的药价降低1000%狮子大开口。那欧盟现在也有这个软硬两手策略嘛，他们现在打算要对于美国100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
要课税30%，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反击措施啊。而且德法现在也要推动欧盟史上最强的贸易武器。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他们现在就是除非8月1号华盛顿做出让步，不然他们就会用出这个欧盟史上最强的贸易武器啊。那现在欧盟执委会举行会议讨论，准备要启动称为叫做贸易核武的反胁迫工具，将会赋予欧盟权力来阻止美国企业做什么呢？参与公共的标案哦，撤销智慧财产权保护，并且限制进出口，这是他们讲的这个最狠最杀的杀招，要对美国使出来，叫做贸易核武。那到底谁输谁赢呢？我们要接着看下去。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其实日本的这个跟美国谈出来的这个贸易的协议哈，其实日本方面反应还蛮正面的。日本的这个股票立刻大涨。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汽车是25%，那因为现在是通通是15%的话，那汽车就降了10%。你知道今天美国 CNN 在访问美国的汽车产业的工会啊，他们表示不满。他说你这个 deal 谈得不好，他们对川普谈出来这个 deal 不好。为什么？汽车产业说，他说我们目前大部分的重要的美国车啊，在美国所谓美国车，美国厂牌的车，福特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General Motor GM， 他们的主要零组件都是在哪里生产？都是在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生产。那加拿大跟墨西哥到目前还被课25%的关税，所以呢，就说这样子把日本的关税，汽车关税一降到15%，日本的汽车的关税事实上相对美国本土的汽车它都有10%关税的优势所以这个就变成美国的汽车产业非常的不满意。那刚刚谈到欧盟，事实上话，美国也跟他讲大概15%，或者英国的媒体是这样讲，如果是15%的话，包括汽车也降到15%的话，那事实上的话，那对德国来讲，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剩下来只有一个法国不满，因为法国是农业大国，那这个德国是汽车大国，那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现在问题，我觉得就回到欧盟自己本身了，他们德法之间自己如何来调解他们对美国贸易谈判它内部的这样子的所受到的利害不平等的这样子不平均这个一个问题了。不过我觉得就是说，这次其实就美国的谈判来讲，它给日本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样 deal， 这个一个 package 事实上有助于它跟欧盟跟跟韩国的谈判，它设立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居然还比较低。你要知道，如果8月1号不谈好，欧盟是30%那日本是跟韩国都是25%现在日本降到15%。那现在刚刚讲到说，这个日本承诺投资5500亿美元，那这个川普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石破茂在国内讲说，他说这个5500亿对美国投资，其实是我们的融资跟融资再保证，基本上他是在怎么样？他说这个就是等于意思就是说，这是银行的业务，不是我今天产业要拿出真金白银跑到美国去怎么样？跑到美国去大投资。他说这个是融资。所以他这样一讲，又怎么讲呢？看起来好像日本受到的影响又少了一点。那当然买100架波音来讲的话，日本的航空公司事实上它本身没有出厂这种民航机它必须要向外买。那他过去可能买这个空巴的，现在就买这个波音。对日本来讲，它反正还是需要的，而且他还没有讲多久之内要买100架。所以这个基本上，我觉得今天看起来石破茂的这个在日本的政坛的地位好像也稳固了跟这个谈判的结果，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可是问题就变成接下来韩国那么比照办理的话，还有欧盟比照办理的话，是不是可以成功？我觉得还要有待观察。好，来问邱老师。川普在对各国在做撒旦的呼唤，还要各国赶快来谈因为他的谈判技巧就是一开始把对等关税定得很高，然后让你来谈。他要的是什么？我也都讲过的，他要的是一个市场开放，另外一个就是对美国的投资跟采购，这两个才是他想要达到的目标。而来看看他对日本的做法，对日本的做法不就如此吗？
日本能够对等关税由25降到15，就关税来说，它当然是成功的。可是就日本要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必须对美国进行投资。刚才讲到白宫所流出来的那一张照片，那个照片里面本来写的是什么？本来写的是400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后来被有人用笔写了一个5000亿。那后来为什么变5500亿美元？当然可能在第8轮谈判的时候，川普亲自主持啊，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啊，应该是川普主导，就把它给加码了。那第二个呢，大家看看下面，本来投资的报酬的分配上面写的是50%，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是美国独得90%，比原来的50对分要高出了很多。这个很明显的就会使石破茂将来要叫鼓励企业、民间企业到美国去投资，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嘛。因为投资的利益90%归美国，哪有这种所谓投资的利益分配呢？好。所以怪不得韩国看得紧张。为什么韩国看得紧张？因为一开始为什么跟美国的谈判，韩国跟美国的谈判会触礁，就是因为川普也对韩国提了4000亿美元的投资啊，韩国说没办法接受啊，所以才使整个的谈判搁浅嘛。好，那现在看到原来对日本也是4000亿，但是在第8轮谈判，川普的仙人指路。然后先比一下，马上变成5500亿美元。那韩国的情况是不是也会如此呢？那更紧张的应该是还没有出来的台湾，台湾会不会比日本、韩国所要付的代价更高？所以大家不要只注意那个关税的趴数哦，另外要付出什么代价可能更重要。那台湾本身在去年对美国产生的贸易的盈余多少？739亿美元，日本是680亿美元，韩国是650亿美元，台湾最高哎。所以如果依照贸易盈余的金额来看，台湾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要比日本、韩国更大。那韩国目前是4000亿，日本是5500亿，那台湾要付的是多少？大家听了以后不觉得有心惊肉跳的感觉吗？怪不得赖清德要想尽各种方法要把它拖延到726以后嘛。好，来问杨老师，日本是怎么取得15%的关税？他谈了8次，那他也开放他的市场，汽车、稻米农产品，他也投资5500亿美元，他也采购几十亿的美元。的就是各式样的商品，从飞机到军购，所以这3个东西，大家现在开始在检视一下，你够开放够不够？然后呢，你有没有能力去投资？你能不能够去在投资之外再增加采购？川普就是要这个，这很像是一个霸道大哥哦，他要你交保护费，还要把你家里面都开放，我随时进去吃喝哦，因此这个就是你自己。要不要美国这个市场？要不要它的保护？然后呢，你自己能不能有筹码去跟他去谈、去对抗？日本是有筹码，日本的筹码在它的投资。去年日本的所有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是将近850亿美元，它整个对外的投资是3000亿美元。中国大陆对外投资去年是1600亿美元，所以日本的这个投资在全球还是一个主要。那它现在规划的5500亿。如果850亿乘上4年，其实还是不够啊，所以他一定会做一些移转，所以这是一个把它当作是 FDI， 也就是海外直接投资的这种方式对美国的这种承诺。但是承诺是承诺实际上怎么做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这个孙正义的5000亿还记得吗？川普有没有在追的要？因此这个就是一个谈判的技巧。那现在市场上都认为说，15%。这个可能就是
大概是出现的底线了，也就是你超过25%，其实贸易很多会受到停滞，15%市场上可以接受，成本可以吸收，美国再多付一点哦，价格买这些商品的话呢，自然就可以就是通过。可是我个人会怀疑哦，韩国、加拿大、欧盟是不是能够接受15%？它能够有多大的这个钱来去投资美国，购买美国的商品？所以可能15%是我们看到可能现在是最低的，因为你看到越南、印尼、菲律宾不是20%就是19%，而他们是全部开放市场。所以呢，接下来你看看台湾，我们已经对台积电投资了2000亿，然后呢，这算投资，我们已经答应10年要采购2000亿的美元的商品，10年。然后呢，现在要怎么开放市场，这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可能下个礼拜，也许下礼拜我们就会知道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哦。这个突发状况在今天呢，泰国跟柬埔寨两国边境发生了交火。那泰国的陆军表示呢，这个24号早上，柬埔寨方面的边境率先开枪之后，双方就发生了冲突。那柬埔寨的国防部发言人讲说，柬埔寨的士兵当天在边境争议，还有跟这个泰国的士兵发生了这个冲突。那目前呢，中国大陆的使馆是紧急呼吁说，在微信的公众号上面发布消息就希望公民避免前往这个泰柬的边境。那的确这个最近很多这个不平静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川普呢，他现在也是宣布了美国接下来 AI 行动计划，誓言要夺回 AI 的主导权呢，因为他觉得好像最近跟中国大陆在对抗 AI 方面呢，好像赢面没那么大所以他说要赢得 AI 的竞赛，美国的 AI 行动计划要落实在今年1月份签署的行政命令消除美国在 AI 领导地位上面的障碍。那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讲法。North America is the country that started the AI race. And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m here today to declare that America is going to win it. We need U.S.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be all in for America. We want you to put America first. You have to do it. Vision today, we're releasing the White House AI Action Plan. We mastered the industrial age, we created the digital age, and now we are leading the world into the golden age, indeed,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对，川普不但是说要回到这个黄金时代甚至呢，他还要替 AI 改名因为我们 AI 叫做人工智能嘛。他说，不是，他不喜欢这个名字那他改成什么呢？我们来听听。I don't even like the name. You know, I don't like anything that's artificial. So could we straighten that out, please? We should change the name. I actually mean that. I don't like the name artificial anything because it's not artificial. It's genius. It's pure genius. 对，不知道是不是改名之后就等于他拿到了主导权了，以后 AI 要改成他这个名字，就像可口可乐要叫人家改成分一样，他就是好像他怎么想就要怎么干。那墨西哥湾也要叫做美国湾，就是川普的一贯风格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目前的 AI 竞赛，范斯这一番话不知道是要吐槽还是应该要替川普打气他说中国赶上来是美国领导人蠢那这是在怪川普吗？还是在怪谁呢？他说如果美国把自己限制死了，让中国赶上来，不应该怪中国，这是美国领导人愚蠢政策的结果。那现在好啦，这个川普跟这个黄仁勋最近倒是走得挺近的。他还说过去他曾经想要把这个辉达给拆分本来以为可以拆一拆辉达，给他们一点竞争，结果发现这个产业没那么容易下手要提升 AI 晶片市场的竞争幕僚告诉他这样做非常的困难。那他也在演说中频频提到了黄仁勋。黄仁勋就坐在会场的前排，谈到 AI 产业的前景的时候，川普就转向台下，大声表示说：“你做得太棒了！”黄仁勋也竖起了大拇指来回应全场的目光。那黄仁勋也回应到说：“美国有一个他国无法拥有的独特优势，那就是川普总统这样的互动，大家有没有想起
马斯克啊，就感觉好像这个互动似曾相识啊，但最后翻盘还是照样翻哦，所以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情感能够维持多久。那 H20的晶片解禁之后呢，中国大陆的 AI 股也应声飙涨。那黄仁勋这次去到了中国大陆还有特别访问了一家西宇科技，他们就进行了一些这个单独的会谈针对这个中美 AI 行业的现状跟未来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交流跟合作。那大家很期待这个未来的 IPO。那还有呢，这一家就是 MiniMax 聚焦这个模型底座能力加上应用两条腿他们现在目前的布局广度深度他们就说这个是建构 AI 世代的底层作业系统跟超级 App， 所以看起来这个黄仁勋也是对于中国大陆的 AI 产业了解非常深，知道哪一些是未来的明星企业他都会趁着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做一些相关的拜访。那另外看到了美国的企业现在倒是很焦虑，因为川普推了关税的问题他们说我们现在在 AI 方面其实光是在电力其实都已经远远输给中国大陆了。美国的科技业正在警告就说我们基础能源的这些建设不足可能会延缓美国 AI 的发展。那其实这个世界各国想要发展 AI 都要解决这个能源的问题，但是这个澳洲的智库讲说，你看去年中国大陆的电力容量已经增加了400几瓦，但是美国仅增加了几十几瓦所以是中国大陆的1/10的量而已。在这样的比拼之下，有办法这就是回到他刚刚前面讲的拿到 AI 的主导权吗？恐怕有难度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当然就是说，其实美国政府并不是善于主导这个产业发展的。美国这个体制基本上政府是不太干涉产业发展，它是只是做一个怎么法令上的一个它是一个就是说好像守门员或者是一个裁判。那美国政府在做什么？它是投资教育。那甚至美国有一些这些国家实验室，比如能源部，或者说某些它有些国家实验室。那美国政府是不太补贴产业的，其实真正开始补贴是拜登政府开始的。那他补贴的，请问一下，补贴的 Intel 拿了他几十亿美金 ，Intel 还不是照垮 ？Intel 今天你还听到他的声音吗 ？NVIDIA 有拿到美国的政府的补贴吗？从他开始，那他是在矽谷这种特别的生态里面，第一个，他附近的学校是非常好的学校，他那些研发的能力非常的强。那这些，那你要拜美国政府在这个教育的领导上给了很多好的学校，很多这些他这些科技顾问给他们非常好的研究方案，跟他们的这个经济上的资源。那到了创业的时候呢，他事实上美国政府他这个政府这个扮演一个什么样？一个叫 regulator， 它就是一个怎么样？它是一个在维持市场秩序的。那这个市场秩序不是强害这个产业发展，而是让产业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另外，美国还有什么？美国有非常好的融资的体系，它这个 venture capital 这样子的一种风险投资，就是从矽谷这些地方开始你只要有好的 idea， 你有好的想法，你有潜力的产品化，那你去找人投资的话，事实上你通常可以拿到很多钱。所以它是这样子配合起来的一个产业。那创造了美国这个科技的这些荣景。那美国政府扮演什么角色？不是像今天川普总统出来说我们要发展那个，我们要发展那个，他懂什么对，他懂什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变成说，你要拿钱出来吗？你要拿钱出来的话，你为什么给 NVIDIA 不给 Intel， 给 Intel 不给另外一家公司？这就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美国不擅长计划经济跟所谓的发展，定好一个产业以后，由政府跟民间携手来做，他不太擅长。做这种规划式的计划式经济，最擅长的是中国大陆。对，中国大陆是政府跟民间完全是一条边的，大家一起通力往前走。然后相互的配合。所以呢，我看到美国这个体制，我越看到美国政府要伸手到一个产业发展的时候，我会觉得那都是很不祥的不祥的预感。那川普做的很多事对 AI 发展有没有用吗？没有用，他把中国科学家搞走了，对不对？把哈佛大学这些大学的这些研究计划都给人家撤了，对。然后呢，现在又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成本搞得这么高，
他该对科技发展应该做的贡献是这一方面，找好的人才，找好的融资，然后让社会的经济稳定，然后去保护富人没有关系，可是他都没有做，所以我觉得他最后就是空讲吧。好，来问杨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今天柬埔寨跟泰国之间的冲突啊，现在突然一下升高，变成军事冲突。对，泰国甚至派出几架 F-16，然后用 F-16还去轰炸在柬埔寨的这个军事的一些设施。这个情况现在开始变得更加的激化，因为开始变成军事冲突了。它最早的由来哦，其实应该是说它是当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整个东南亚遗留下来的问题，那就是当时法国占领越南、柬埔寨，以及辽国这个区域，那个时候叫暹罗的泰国是整个东南亚唯一算是维持独立的。那边境上一直就有这个不同的争议。后来日本来占领之后呢，又把就是这个当初法国所占领的部分呢还给暹罗泰国，然后呢日本人走了之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法国军队又回来。又签了这个协议，又不清不楚。国际法院也曾经要去做这个协调判决，但是呢，双方现在都不接受，不再接受法院了。然后呢，出现出之前洪森，那贝东丹法国当时的泰国当时的总理打个电话给他，他把那电话给揭露出来。他可能是要帮他的儿子洪马内去更加的巩固他国内的统治。结果呢，现在变成两国的冲突。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件，我希望他们不要扩大。但刚才川普说他不喜欢 AI， 他觉得应该是 artificial 不好，应该变成 genius， 那叫 GI 了。什么是 GI？ 血糖指数叫 GI 啊！你要赢得 GI， 你赢得血糖指数 ，no， 我们还是叫 AI 啊！拜托川普，你的聪明智慧用在别的地方。那AI 中美的竞争，这已经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了。AI 力就是国力，所以呢，川普认为会赢，会赢吗？现在在竞争当中，3个层面：算力，然后呢，大模型，还有呢，大数据。美国在这个大算力这个层面呢，它因为掌控了 NVIDIA 的 AI 晶片是没有错，在整个就是硬体的建设上面，也在全球推广。可是大模型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已经不相上下，甚至在商业应用上，不见得比美国差哟。DeepSeek 就代表着，而且它是开源的方式，那更不要说黄仁勋自己几次告诉我们 ，AI 的研究人员有1半以上是中国人，那大数据那更不要说了。所以这几个层面在看未来整个 AI 争霸，中美之间谁会占优势还很难讲。可是呢，我觉得中国是已经处于一个一定相当的优势的地位，美国这边要加油，至少你不要把它叫成 GI 啦，那个是血糖指数啊。好，邱老师，这个电视墙在整理这个 AI 的竞争优势啊，资料很多，但是缺乏一个系统性的整理。我把它用 Michael Porter 的钻石组合来讲，它的竞争优势很简单的，这个钻石组合啊，就代表了6个单元，一个是生产要素，另外一个是配套与支持的产业，还有一个是企业的结构跟策略，另外还有一个需求条件，另外还有2个因素，一个叫政府，一个叫机运。刚才提到了生产要素，大家都谈过了，黄仁勋也特别提到了，最重要的 AI 产业在生产要素里面最关键的核心的元素就是人才。你今天如果把在美国的中国人才、华人人才都把它赶出去的话，那美国的 AI 的竞争优势它就没有办法成型。好，再者刚才提到了企业的结构跟策略，川普不是本来想要拆分辉达吗？一拆分辉达的话，它就没有了规模经济跟范畴经济，没有了规模经济、范畴经济，它的竞争优势就没有了。所以下了那个标下得很好，叫做会不会下了黄仁勋？好，再者配套与支持产业，刚才也特别提到了电力跟
跟能源产业，那是发展 AI 产业里面非常重要的支持产业。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各位朋友好。好，马上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消息哦，因为现在呢，这个罢免倒数2天就要投票了，所以现在要越来越多这种对立的事情发生啊。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个护理工会的顾问陈玉凤啊，其实之前也跟我们节目有连线过，因为他是挺反罢免的，结果现在呢，这个罢团哦就盯上了他，然后开始在网暴他哦，那甚至还讲说啊骂像什么 S 同事啊，甚至连他过世的母亲都骂哦。我们看到啊，他这样子就是遭遇到这种网暴事件哦，他就讲说，把这个 po 文贴出来，你看他们怎么骂啊？身为医护人员呢，去挺那些亲中舔共的人呐，哪天开放了什么中配来瓜分健保，台湾被中共统一时，还要看他能跟谁大小声哦。所以真的是社会越来越对立哦，特别是在这个倒数计时的期间哦，大家要当心，可能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最近真的也是小草都被陆续激出来了，因为小草其实在这一波当中，虽然他们并没有这个委员被罢免，可是他们是坚定的站出来，也跟这个国民党是站在一块儿的。那小草在这些日子以来，其实日子也是不好过。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彭振声，他今天这个消息，他丧妻出庭崩溃哦，他说我只是主持了4次的都委会，最后却搞到家破人亡，甚至哭到法院这个法官紧急休庭10分钟啊！怎么会小草都遇上了这些事情呢？之前小草也去到了北检外声援柯文哲，跟4叉猫发生冲突，还哀告啊！结果这一名小草呢，这是2024年9月份的新闻，他被4叉猫告了之后呢，后来他选择轻生哦。根据了解，这个黄姓男子啊，他就是所谓的这个民众党支持者，也被称为小草啦。那他就是在当时呢，去到了北检外头声援柯文哲，那但是跟4叉猫发生了冲突，后来4叉猫就报案，并且提出了告诉。那你看现在这个一连串的追杀哦，这1年来，很多民众党的支持者冷暖自知，也觉得很多时候会觉得司法不公。那现在小草是不是也成为了这一场的罢免案的胜负关键？很多小草在这个时间点呢，我还看到网络上面有一些小草是勇敢出来发声哦，就说他们过去是支持民进党，但是他们现在出来忏悔，就说我错了，我以前投给民进党，甚至还在他们自己的额头上面盖上耻辱的耻哦，就说他们现在再也不要支持民进党，甚至对于民进党哪怕变成在野党，他们都不同意，因为他说他们过去对于民进党有太多的期待，可是民进党真的做了执政党之后，一点事情都没有在做，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失望。来自小草的失望跟看透民进党的声浪正在席卷而来哦，所以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一次罢免的结果，到底是大罢免大成功，还是大罢免大失败？这个可能小草是一个关键哦。很多的年轻人，民众党的年轻人也都站出来投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次的投票，从2024的总统大选到这几次罢免案、补选案，其实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的支持者是不是正在流失当中呢？赖清德当时是拿下了40%的支持度哦，那因为选举制度嘛。分成了3组人，哪怕不支持赖清德的，支持侯友宜加上柯文哲的是将近60%哦。可是赖清德在3组人马当中拿下了40%，他最后当选了。可是你现在看起来，如果是1-1的对决的话，比方说谢国良罢免案哦，民进党当时出来的投同意票的是40%哦，可是你到了这个草屯镇长的补选的时候，民进党的投票率就下滑了，变成35%。到了这个南投议
议员的罢免案的时候，不同意罢免甚至只剩下32%，所以这样看起来，从四成超过4成一直往下，现在剩下32%，所以看起来这一次星期六726的罢免哦，还有一些变数存在哦。那我们也看看这个南投的议员陈玉玲的罢免案当中呢，他的有效罢免数，同意罢免票多于不同意罢免票哦，也就是这个同意罢免的同意票数不足原选区选举人的1/4以上，所以投票结果是否决。表面上看来，绿营是勉强保住一席，实则是危机四伏哦。所以目前整个社会上面已经又起风了，已经对于讨厌民进党这件事情再度民怨发酵了。所以这是不是会反噬到民进党现在继续这样子恶搞下去，大恶霸的一个结果？那但是呢，表态的人不见得这么多，但是大家可能在心里头，你看到 PTT 上面在讲说，为什么表态支持大罢免的比反罢的多？那 PTT 网友在讲说，因为会被青鸟出征哦，所以很多人是不敢表态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一个陈玉凤哦，也是遇到了这样的状况，还有很多人是选择沉默。但是这一两天，你看到越来越多沉默的人站出来表态了，已经是不是忍无可忍，不能再忍下去了？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个台美的关税也是民进党很担心会动摇到这个大罢免哦，所以希望不断往后推延吗？赖清德讲说，现在郑丽君正在这个华府谈关税是第4轮的这个谈判哦，那要确保几项什么维护国家利益啊、守护产业利益啊、守护国民健康这些任务哦，来促进台美双边贸易的平衡，增进台美在科技国安方面的一些领域的合作。那但是业界是很悲观看待，就说我们大概可能推估是20%。关税20%起跳，这是来自亚太工商总会的执行长邱达生的一个预估。他说，我们除非台湾提高国防预算哦，甚至加码采购能源啊，或是对美投资啊，否则很难达到日本现在谈到的15%这样的关税待遇。那你看，川普讲了一番话，他说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开放，完全开放对于美国这个市场的开放哦。所以我们台湾能够这样子做吗？我们台湾如果完全开放的话，我们的多少产业可能要崩溃呢？可能至少3大产业起跳。然后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产业已经开始在放无薪假了，我们真的能够承受得住这个后果吗？那再来，日本、印尼现在之所以关税能够压到20%以下，就是让光了所有筹码，把市场开放了，产业配套还有巨额的投资哦。关税数字漂亮，但是换来的是完全的退让，这恐怕这个后坐力非常的强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关税到现在目前还没有公布，大家在推估会不会是727一亮牌，大家就知道我们现在台湾接下来经济前景会有多惨。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邱老师。彭振声回到台北地院去出庭，重回伤心地。上次他出庭的时候，突然间接到了他的妻子跳楼轻生。我还记得那一天，彭振声用几乎崩溃嘶吼的对着里面的检察官，尤其那个最冷血的江长志，对着他说，检察官，你有良心吗？所以重回伤心地，彭振声会失控，他会落泪，他会崩溃。其实可以想见，台湾的司法到底公不公平，从柯文哲这个金华城案就可以看出来嘛。现在几乎是所有的当时涉及到金华城案的公务员都出庭作证，说一切程序都合法，而被检调视为很重要的一些所谓的污点证人或者关键的证人，也都在法庭上面都提到当时在审讯的时候，检察官所用的方式威胁、利诱、诱导，然后让他们在被断章取义的情况之下，截取了对柯文哲不利的供词吧。都翻案了，可是问题是在几天前，柯文哲一样又被延押2个月，你认为有道理吗？很明显的，这是一场司法迫害，不是只有柯文哲，跟他有关的人都在司法迫害网里面嘛。
刚才讲的这位小草黄姓男子，他不就是其中牺牲品之一吗？每次小草一聚会，四叉猫就到，然后在里面制造冲突、制造纠纷，然后再去检举、告发、网暴相关的小草，很多的小草受到了很多的困扰，所以这位小草说不胜坠楼，我怀疑嘛，他也是因为受到官司的缠身，而没有办法忍耐那个官司所造成的压力、精神的压力、心理的压力，最后才选择离开这个人世嘛。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要检讨的现象啦。这一次大罢免一定就要让他失败嘛，失败之后才能检讨这个东西呀。好，最后我要提到，台湾跟美国正在进行新的一轮的关税贸易谈判。有没有结果呢？我不知道，但是从头到尾叫黑箱作业。我记得太阳花时期，2014年那个时候参加太阳花被民进党鼓动参加太阳花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以说当时服贸货贸的谈判是黑箱作业作为主题而去攻击马英九政府啊。最后造成两岸之间的交流因此而发生重大的质变，甚至中断。可是这一次面对了美国的关税贸易谈判，黑箱作业情况是不是更严重？除了这个以外，他会不会拖过726？我看明显是会的。而台湾到底要付出多少的代价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关税的待遇？好，那即使对等关税能够压到20%，你认为台湾要付出多少？市场准入要开放到什么程度？然后要对美国进行投资跟采购，要多少的金额？台湾承受得起吗？好，我们来问季老师。这次其实这个所谓的恶霸啊，这个案子啊，民进党是当做一个政治斗争，而且它背后有意识形态，它是借着这个政治斗争啊这个场域啊，来怎么样，来宣扬台独，它是反面的。你要如果不宣扬台独的话，你就是属于另外一边，通通是什么？给你盖上红帽子，都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同路人。那所以他是在做一种恐怖的一种宣传，让你跟大陆有一点瓜葛的你就是对不起台湾，你就是什么？你就是替中国大陆在说话。那他是在制造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你说在台湾你只能主张独立，你除了主张独立以外，其他都不行，都是要受到什么？要受到他们这个政治机器的这种非常非常严厉的追杀。那现在只是政治机器在追杀，司法机器还没有动。下一步就是司法机器了。下一步就是说，他如果大罢免他成功的话，那他就要把他的现在所谓的在所谓的把内部的杂质清除的这个过程中他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就会用司法的手段。所以他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这一次的大罢免事实上是台湾人要不要保持自己的所谓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我们是只能接受台独，台独是唯一的一个选项吗？对台湾的未来只有台湾独立才是唯一的选择吗？他现在就是往这条路上在走。他现在这造政治理论，他叫内造台独，他不是外造台独。内造台独就是这样子搞，先把内部清洗干净，然后呢，唯一的政治正确就是支持台独，其他的人基本上他你不闭嘴的话，那他下一步就是用政治的、用司法的手段来对你进行追杀，而且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哪一个例子呢？柯文哲就是一个例子。柯文哲事实上的话，他基本上他没有跟民进党同流合污，他虽然是从这个绿营出身的，可是他后来的从政，他跟民进党越走越远，而且他台北市市长的时候一直支持、一直主张什么两岸一家亲，这个你要跟现在民进党的主流思想化，那个是十恶不赦，而且又是绿的阵营出来的，所以柯文哲今天是什么？是政治犯。
他是因为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的主张，还有他的这个施政的这个方向已经招惹了当道，现在置他于死地。那彭振声这种 case 的话，我只能想到中国古人讲叫苛政猛于虎。怎么像猛于虎？是率兽而食人呐。你一个苛政，基本上就跟你把一群野兽送到街上去，把一般老百姓当食物一样吃掉。你看看现在这些搞大罢免的这一些青鸟，是不是像一群野兽一样在街头上吃人？所以小草可能看得更清楚了，所以那么多的小草现在选择站出来反对大罢免。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礼拜六我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因为我研究了一下，这个台湾的罢免，其实是在2016年那一年蔡英文当选，民进党也第一次在国会取得多数席次，然后呢有7个提案，中间包含时代力量和王定宇等其他6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其实大同小异。简单的说，用多数通过了一个其实很奇特的罢免制度，1%、1/10、1/4。其实当时我觉得就是一个包藏祸心，也就是当随时有一位这个当时的反对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或者立法委员，他只要是不合他们的意，他又用这种方式去鼓动罢免他。但没有想到现在来一个集体的24+6，总共这样子的一个针对国民党集体的罢免。各位，我再进一步研究一下，全世界有25个国家有罢免制度，除了台湾之外几乎全部都是针对行政首长，中央的或者是地方的，因为你手上有权力，你权力滥用才会去罢免你。如果说你个人的犯罪这个或者是财务的问题，那是法律制裁。所以美国没有，日本没有，德国、法国、西班牙通通没有针对国会议员，因为国会议员是监督政府，他没有行政权力，怎么会是针对变成罢免的对象，还集体被罢免？所以国外的主流媒体根本不知道怎么报道台湾这一次的所谓大罢免事件，因为它不是民主制度，它不是民主制度。要想来帮台湾讲话，没有办法，怎么会针对一个党的30个立法委员集体的罢免？没有一个人有犯错，每一个人都在监督政府。你不要告诉我说，他提的 A 法案，他提的 B 法案，怎么样？他砍预算，那以前民进党做的少吗？所以这个是民主政治、政党政治，本来2个不同的政党就针对法律、预算各个方面有不同意见，结果呢？他选上多数了，所以呢就集体的掀桌子，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因此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大罢免，在西方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谈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讲所谓的反共，戒严时候的反共也反攻然后呢解严之后其实就已经是寻求两岸的和平交流跟经贸，现在大罢免讲的反共其实是反中，大罢免讲的反共其实是台独所以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台湾我们要自己救。礼拜6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